The owner of the house, builder and former gangmaster Kevin Lee, was found in a ditch at Newborough a few miles away on Saturday. Police released photographs of two people they wanted to talk to, Gary Stretch, who's 7'3" tall, and his girlfriend Joanna Dennehy. Her attacks were incredibly vicious, and not very many minutes later, she's been arrested and she's in a police station and actually joking with staff. It's very, very concerning behaviour. And you are? Joanne Christina Dennehy. Joanne, have you been in custody before, Joanne? Yes. This is amazing. Looks good. Thanks, right? That was so good. Real sexy. She is not my child's mother. As she gave birth to them, that's all she is. She's the donor. She gave them over. You know, I don't really want my kids to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is woman. It wasn't my mum that I was sitting across from anymore. It's who she'd grown to be, and I didn't like who she'd grown to be. I didn't want anything to do with it. 嘿，大家好吗？欢迎收听黑天鹅。2013年，英国一名中年男子穿着亮片洋装，面朝下倒在沟渠里。路人发现他时，他已经失去脉搏，但他翘着屁股，双腿之间放着异物，诡异的姿态像是刻意为之的恶作剧。在警方搜索凶手的同时，另一地又传来2名男性遇害的噩耗，他们一左一右倒卧沟渠中，同样没有生命迹象。短短几天内，彼得伯勒市接二连三爆出命案，让居民惶恐不安。但最让他们震惊的是，这3起案件的幕后主使竟然是一位看似柔弱的女性。尽管英国媒体用史上最危险的女囚和丧心病狂来形容这位犯人，但她的追随者们依然像着了魔般，个个抢着为她卖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带着这个好奇心，我纵身跳进无垠的片海，试着网罗所有有关他的纪录片。没想到，我发现我因为人不在英国，被禁止观赏他们的影片。在这个攸关存亡的时刻，我想起我可以使用 Surfshark VPN， 它让我一键切换地理位置，原本因为地区限制而无法观看的纪录片瞬间解锁，就像有人帮我打开了另一扇通往真相的大门。不只是解锁影片哦，它还会自动挡掉追踪广告、恶意网站，甚至保护我在使用公共 WiFi 时不被骇客锁定。我在查案时，经常电脑、平板、手机全部都要用上，而你可能在通勤、跟朋友喝咖啡或上厕所想滑手机。无论你在何时，无论你在何地， Surfshark 一个账号就能同时保护你所有的装置，从手机到电脑，不论你用哪个连线上网，连结都会更安全。所以如果你也跟我一样，不想错过任何一条线索，也不想被网络恶霸反追踪， Surfshark VPN 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就点击资讯栏连结 surfshark.com/blackswan， 或在结账时输入优惠码 blackswan， 即可额外获得4个月使用时间。想无痛畅游网络世界的你，还在等什么呢？回到故事里，一个甜美可爱的女孩是如何成为英国史上恶名昭彰的连环犯？她又有什么特别之处，让身边的男性趋之若鹜，甘愿为她做牛做马呢？让我们从2013年的3月说起。2013年3月29号礼拜五接近午夜，彼得伯勒以南约4公里的雅克斯利村传来火烧车的通报。警方赶到现场时，那台车已经烧成了灰白色的骨架。虽然没有任何人员伤亡，但警方却隐约觉得不安，因为他们用车辆序号查出车主是住在彼得伯勒的大房东 Kevin Lee。当天稍早 Kevin 的家属才刚报案他失踪，怎么才几个小时而已，隔壁村就出现他烧烂的车呢？然而警方还来不及深入调查，另一个更大的新闻就在城市传开。火烧车事件的隔天3月30号，一位农夫在晨间遛狗的时候，发现田边的沟渠中趴着一名男子。他身着深蓝色的亮片洋装，但裙摆被刻意撸到腰际，除了臀部朝天以外，他的双腿之间还有不应该出现的棒子。农夫的报案电话为警方了了一件失踪案，但失踪者的家属却从此陷入痛苦的深渊。经过确认，受害者正是48岁的房东先生 Kevin Lee。验尸报告指出，他遇害的时间大约落在昨天傍晚至晚间，死因则为胸前的5处刀伤。警方在调查后发现， Kevin 在彼得伯勒市拥有诸多房产，他跟妻子结婚多年，育有2个孩子，
街坊邻居都说他很有爱心，乐于助人，因此真的很难想象他会跟谁交恶。然而 Kevin 好爸爸的形象在他好友的口中就有些变化了。有人向警探透露， Kevin 在29号下午曾跟他碰面，表示等会儿他要去见情人，而且是女生主动邀约，说要当攻的那一方哦。意思是他只要躺着享受被征服的快乐即可。有人说 Kevin 当时看起来一切正常，没有表现出担忧或害怕的样子。得知这个消息的警探立即调阅通联记录，找寻 Kevin 失踪前最后的联络人。他们用手机讯号比对 Kevin 的位置，成功追溯到2个频繁出现的号码。第一个号码为 Kevin 的房客47岁的 Gary Stretch， 而第二个号码则是31岁同样也身为房客的 Joanne Dennehy。 这2个人都是 Kevin 特别照顾的租客，他平时不仅给他们租金优待，还会额外雇佣他俩作为帮手打杂。身高230公分、体格健壮的 Gary 主要负责帮 Kevin 做房子的修缮，而年轻貌美的 Joanne 则因为个性强悍、富有号召力，负责替 Kevin 收租金、处理傲房客。人们说 Gary 跟 Joanne 时常出双入对，他就像是保镖一样， Joanne 走到哪他就跟到哪。但耐人寻味的是，警方在跟 Kevin 的亲友谈话后，发现对 Joanne 百依百顺的并不只有 Gary 哦。房东 Kevin 其实也是沦陷他温柔乡的其中一位苦主。 Kevin 的老婆表示，老公在失踪前有向她坦诚外遇的事，但她不怪老公，她怪 Joanne 太善于操纵。过去丈夫就像被下蛊一样，允许 Joanne 白吃白喝，不付房租，各地的房产只要 Joanne 想住， Kevin 就会乖乖奉上钥匙。他说 Joanne 真的很会装可怜，老公就是听信了那个狐狸精的谎话，才会傻傻赴约，最后连命都搭上。这一点 Kevin 的其他房客也颇有心得。由于 Kevin 在比菲尔德的房产主要提供更生人居住，大家各自都有生活上的困境，但 Joanne 却仗着房东对她的宠爱横行四方，常常一个不高兴就动用暴力把看不顺眼的租客撵走。他的恶行所有租客都看在眼里，但他们敢怒却不敢言。在确认 Kevin 的婚外情属实之后，警方立即对 Joanne 跟 Gary 展开拘捕。由于 Kevin 生前帮2人买了一台车，办案人员二话不说就将该车的车牌输入系统，一一过滤道路监视器。不出2天，他们就成功锁定了这对鸳鸯的行踪。4月1号礼拜一，也就是 Kevin 遗体寻获后2天， Joanne 和 Gary 先是出现在彼得伯勒东北边诺福克郡的一个加油站，在站里的商店大玩零元购。接着他们一路向西行，开到300公里外的赫里福德。途中他们入侵民宅偷东西，拜访朋友，晚上累了就睡汽车旅馆。他们用偷来的相机玩自拍，并向友人炫耀自己是目前大家都在找的通缉犯。Joanne 还说她已经尝过血腥的滋味了，现在她想要更多。她说她还没玩够呢。那女王大人下令了，小的岂能怠慢呢？忠心的奴仆 Gary 一听到主子 Joanne 的要求，就立刻开始想办法执行。隔天4月2号 Joanne 和 Gary 强迫另一名叫 Mark 的朋友同行，说他们要开车上街找乐子。本来 Mark 是因为在赫里福德有人脉，被 Joanne 换来帮忙卖掉赃物，没想到当天午后，他却成了2件暴虐血案的目击者。下午3点40分左右，57岁的 Robin Bereza 牵着他的狗狗行经霍尔莫街路口，突然之间，他感到他的右肩遭到重击，转头一看，正好跟挥舞着匕首的 Joanne 四目相接。Joanne 朝 Robin 一顿狂砍，但负责开车的 Gary 隔着车窗提醒他目击者越来越多了。他说他们必须先撤，否则会来不及脱身。这时听到呼唤的 Joanne 总算停手，他快步跳上车逃跑，留下重伤的 Robin 在路边哀嚎。光天化日之下拿刀攻击路人绝对是疯狂的，但对 Joanne 来说，这就是他要的效果。他很亢奋，很开心，上了车后就立刻要 Gary 再找一个人给他戳，而且他特别交代哦，他不要妇女，不要小孩，他只要男的。使命必达的 Gary 听到女王下令，当然马上办。他开向下一个社区，并在1公里外的自行车道边锁定上另一个人选。Gary 随后把车停在街口，让 Joanne 下车走过去，从后方偷袭正在遛狗的老先生。64岁的 John Rogers 遭 Joanne 按倒在地，以匕首连击高达40下。
年纪已经很大的他完全没有力气反击，只能频频哀求Joanne停手。Joanne看着他老人家血流如注，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成，因此他转身跑回车上，要 Gary 加速带他离开现场。短短10分钟内 ，Joanne 连刺2个跟他无冤无仇的路人，甚至还强行掳走第2位老先生的狗狗。幸好目击者们及时记下 Joanne 脸上独特的星星刺青，并通报警察，让警察得以在几个小时内将 Joanne 跟 Gary 逮捕归案。下午4点半 ，Joanne 抵达警局，她从容不迫，面带微笑，回答问题之余，还不忘跟男警员调情。这段监视器没配着声音看，人家还以为她是来跟柜台买电影票的。Would you be cheering if you got for attempted murder and murder? No, but I'm just smiling. Attempted murder and murder, something. So going down for Sunday Rose? Easy. 作为一个背着谋杀罪名指控的嫌犯 ，Joanne 出奇的冷静，她心情很好，似乎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处境。比起谈论1个小时前她疯狂的行径，此刻 Joanne 更在乎警员的眉形。反正只要是人，她都撩。周围的警员不管男女，都被她称赞的害羞起来。I love your eyebrows. Thanks. You're strict, eyebrows. Strict. You're down. Strict eyebrows. Wow. I've always thought that about you, so I've got very strict eyebrows. You're so tiny. Oh, thank you. Tiny. I've never been called tiny. I feel really flattered now. Thanks. That's lovely. Not bad for a murderer. 由于 Joanne 的态度配合，警方以为等会儿的审讯应该是稳了。没想到在询问病史的时候 ，Joanne 说她曾被诊断患有躁郁、思觉失调和癫痫。这个答案让原本要进行审讯的程序不得不暂停。警方后续依照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将 Joanne 送往医院进行精神评估，以保障她的权益，也保护审讯的公正性。那大家是知道的，按照规定来就是耗时。当医院告知警方 Joanne 必须在医院待满10天，办案人员们是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因为2名遛狗人士好不容易挺过手术，指认出攻击者就是 Joanne。这个时候如果打铁趁热立刻问讯，警探们很有信心地拿到 Joanne 的自白，但他们现在不仅被迫等待，还要面对嫌犯借机串证的风险。正当警方为着这件事发愁之时，来自彼得伯勒隔壁村庄的一通电话让他们的眉头锁得更紧了。4月3号礼拜三下午，警方获报有人在索尼戴克村的路边发现2具男性遗体，他们衣着完整，并排倒在沟渠中。由于2者的位置相距不到1公尺，警方推断他们很可能是在同一时间被同一组歹徒运过来这里弃置的。经过确认，受害者为31岁来自波兰的 Łukasz Slabuzewski 和56岁的退休海军 John Chapman。验尸报告显示，2人都遭到利器反复攻击，致命伤都在心脏。虽然他们的遇害时间不同，但伤口的尺寸与形态都非常相近。警方很快将这2名受害者跟4天前被发现身亡的房东 Kevin Lee 联想在一起。在深入进行背景调查后，警方的猜测也证实是对的。波兰移民 Łukasz 是 Joanne 的约会对象，而退休海军 John 则是 Joanne 的室友。现在所有跟 Joanne 沾上关系的男性非死即伤，因此这问题究竟是出在谁的身上，警方心里自有答案。等待 Joanne 出院的这10天，刚好够我们来讲一下她的背景。Joanne Christina Dennehy 于1982年8月29号出生，她妈妈是超市店员，爸爸在保全公司服务，她还有一个小2岁的妹妹。根据妹妹以及其他亲友的证词， Joanne 的家庭生活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非常安稳。爸爸妈妈工时长，但他们不曾忽略教养。每个周末，每一年，他们都会安排活动，全家一起做。然而有爱的成长环境并没有让 Joanne 长成一个有爱的人。Joanne 的国中同学表示， Joanne 在学校是出了名的恶霸，他会叫男生帮他写作业，如果对方不从，他就会用暴力逼对方就范。另一名女同学则是直到今天都还记得当时 Joanne 是如何狠狠霸凌她，甚至叫她自我登出，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上。Yeah, more than one occasion she'd be like, oh, you'd be better off dead, or, I can help you if you want. When the bullying was really bad, that I could have quite easily just taken my life. Do you think she knew that you were upset? Yeah, I think it was fun for her.
在学校欺压同学，在家里反抗父母。Joanne 叛逆的行径从15岁开始出现雪崩式的恶化。她饮酒，使用违禁品，还跟大她6岁的男友私奔。Joanne 的爸爸妈妈屡屡报警，但 Joanne 依然故我。故事听到这里，都跟我们平常耳闻的社会案件有7、8分像。青少年嘛，交到坏朋友走上歪路的并不稀奇啊。但 Joanne 可以说是另辟蹊径，她独自升级，连坏朋友都跟不上她的脚步。当年21岁的男友叫 John Trainer， 跟未成年的 Joanne 爱得火热。在家长眼里，年长的他就是乱源。然而 John 说，他才是那个用真心换绝情的人。1999年，也就是 Joanne 17岁的时候，他俩迎来第一个女儿。但生完小孩的 Joanne 成天嗑药，人在家中喂奶，但魂魄已经嗨到九霄云外。有瘾头就算了， Joanne 还会拿刀划自己的身体。如果遇到两人冲突，刀尖的方向就会从 Joanne 转向他，这不禁让他开始担忧起自己和女儿的安危。2005年，23岁的 Joanne 诞下小女儿。John 表示，产前 Joanne 都很正常，甚至戒掉了酒精和毒品，但是孩子一出生，他就又立刻走回酗酒用药的老路。然而 John 表示，上述几点都不比 Joanne 频繁闹失踪还要折磨人。Joanne 经常无预警离家，一走就是2、3个礼拜。John 一个人要照顾女儿就算了，还得面对 Joanne 时不时突然神志不清出现在家门口，手上不是插着针就是拿着刀。邻居总戏称她是丧偶式育儿，但她更害怕自己和孩子再不抽身会丧命。于是2009年，在10多年的分分合合后， John 带着2个女儿彻底离开了 Joanne。而 Joanne 对于失去伴侣和孩子这件事似乎没什么情绪反应，她继续漂泊，继续及时行乐，并在2012年成功把自己送进监狱里。当时精神科医师诊断 Joanne 患有反社会人格以及精神病性人格障碍，但没有人想到她的状况会在短短1年内急速恶化。2012年末 Joanne 出狱，她随后搬进房东 Kevin 位在彼得伯勒的房子。他俩详细是怎么搭上的我不清楚，但在很短的时间内 Kevin 就开始雇佣 Joanne 当自己的帮手，让他代替收租和管理其他的房客。两人的关系也在某个时间点开始变得不单纯。与此同时， Joanne 也跟另一位房客打得火热，那个房客就是巨人 Gary。 自从在监狱认识后，他们俩就一拍即合，而 Gary 就像是被强力磁铁吸住一样，深深对 Joanne 着迷。Joanne 要他跳，他会问多高。Joanne 要他往东，他绝对不敢往西。Joanne 的蛊惑人心之术，凡交手过的无一幸免。其中最让人意外的是 Joanne 律师的一段发言。他说，他完全能理解为什么男人都会沦陷，因为包括他自己在跟 Joanne 相处的时候，他也感受到了 Joanne 的魅力有多销魂。他说，一般人遇到谋杀指控，遇到被警察逮捕，都会惊慌失措，但 Joanne 完全不会，他照样谈笑风生，好像天塌下来他都不怕一样。然而 Joanne 的幽默和健谈，在他做完精神评估出院后瞬间消失了。原本说谋杀就跟烤肉聚会一样轻松的他，现在突然啥都不愿意提，不管警探问什么，他的答案通通都是 no comment， 不予置评。检警原先预计以共5项的谋杀与谋杀未遂罪名起诉他，但现在他们连自白都拿不到，庭审前景可说是一片灰暗。2013年11月18号 Joanne 与其他3名共同被告一起现身法庭，因为除了 Joanne 和 Gary， 另外2名藏匿以及帮助 Joanne 逃亡的男子也被提讯。今天他们要针对自己被起诉的罪名答辩，法官也将会排定庭审的日期。当记者在法庭外架设摄影机，等候播报提讯的结果，法庭里也正在上演一出惊掉众人下巴的剧场。因为 Joanne 一站定位，就向法官大喊“我有罪”，让他的律师团队和其他共犯们惊吓不已。因为原本他们一伙人的策略是否认或称自己在案发当时精神失常，但今天主谋都认罪了，协助者哪还有不承认的份？然而法律程序不是儿戏， Joanne 的答辩已获得法官的认可，即使后续律师们试着以 Joanne 精神状态不佳为由想撤回他的答案，法官仍认定 Joanne 的答辩有效。 Joanne 的这一番操作不只让辩护律师傻眼，在场的受害者家属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他们一方面高兴犯人认罪，另一方面却遗憾失去得到解答的机会，像是他们的亲人是真的与 Joanne有染吗？ Joanne 又是为什么要动手呢？
虽然没有控辩双方的攻防，没有举证，没有陪审团，但法官在判刑前口述还原了Joanne的犯案过程。这份陈述书的连结我放在资讯栏里，各位如果有兴趣阅读完整版再点来看。以下我根据时间线整理给大家。2013年3月19号礼拜二，也就是房东 Kevin 失踪前10天，31岁的波兰籍工厂作业员 Łukasz 来到Joanne位在罗勒斯顿巷11号的住处跟Joanne见面。他俩是在交友网站上认识的，断断续续聊了几周后，Joanne 便主动邀他共度春宵。监视器在当天下午拍到 Łukasz 在公寓附近的提款机领钱，接着便朝Joanne的住址走去。当天晚上 Joanne 用匕首攻击 Łukasz 5次，其中直穿心脏的那刀让 Łukasz 立刻丧命。事后 Joanne 找来小弟 Gary 一起将 Łukasz 的身体装进大垃圾桶，并拖到后巷绽放，而这一放就是好多天。一名年仅14岁的目击证人向警方表示，某天晚上他走经过垃圾桶的时候，他看到 Joanne 站在那里，接着 Joanne 叫住他，要他去看看垃圾桶里装了什么。他说盖子打开后，他看到一个男人蜷曲在里头，他不敢说话，也不敢报警，一直到Joanne落网后，他才敢把这一切讲出来。3月27号 Joanne 跟房东 Kevin 借钱买了一部车，检方相信这部车就是拿来丢弃遗体的作案工具，而他们大胆猜测房东 Kevin 甚至对命案知情。Joanne 和 Gary 将 Łukasz 的遗体丢弃在索尼戴克村路边的沟渠里，然后当作没事一样继续回去过生活。短短2天后 Joanne 再度出手，这次他的目标是另一名房客，同时也是他的室友 John Chapman。 56岁的 John 是一名退休海军，他的个性随和，但前些年丧妻对他造成相当大的打击。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重度依赖酒精，有时候太阳都还没下山，他已经醉得不省人事。3月29号那天是个平凡的周末夜，午夜时分，喝了酒的 John 倒在床上呼呼大睡。这时候 Joanne 拿着匕首闯进他的房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狂刺他10下，而落在他心脏的那2刀让他当场毙命。事后 Joanne 打电话给 Gary 要他过来帮忙收尸，同时他们也找来另一名住在同层楼的房客 Leslie Layton 加入。 Joanne 跟 Gary 通知第3人的用意为何无人知晓，但在案件调查的过程中，警方在 Leslie 的手机里发现 John 遗体的照片。由于拍摄时间在3月29号清晨7点32分，检察官推断 Leslie 是在案发后没多久被 Joanne 找来炫耀他的杰作加协助弃尸的。然而证据显示，他们一行人并没有马上行动，因为Joanne女王显然还没有要停手。3月29号当天下午 ，Joanne 邀约房东 Kevin Lee 到他的住处共享鱼水之欢。Kevin 抵达后 ，Joanne 要求他换上亮片洋装，当作2人趣味的前戏。然而前戏还没演完 ，Joanne 就拿出预先藏好的匕首朝 Kevin 的胸膛猛刺。Kevin 当时拼命抵抗，但他的肺和心脏仍没挨过利刃的5连击。Joanne 在短短1天内连夺2条人命，但他对此并没有任何的情绪起伏，他只是再次拿起电话召集他的忠臣们为他善后。3月29号晚间接近9点 ，Joanne、Gary 和 Leslie 3人2车出现在彼得伯勒的一处加油站。从监视器画面中，我们能看到较瘦小的 Leslie 从房东 Kevin 的蓝色福特走下来，正在机台前为车子加油。片刻过后，高大的 Gary 从画面右方出现，跟他讲了一下话。接着镜头拍到 Gary 进入商店内付款，然后车子就一前一后的开走。整个过程 Joanne 其实都在场，只是他没有下车，他的2个小弟就包办了一切。后续他们3人合作，将房东 Kevin 的车烧毁，接着将其遗体带到13公里外的沟渠丢弃。Joanne 室友 John 的遗体也很可能是在这个时间点前后被载去第一位受害者的位置丢弃的。但最讽刺的一点是，明明房东 Kevin 对 Joanne 百般宠爱，但3名受害者当中，他却遭受最恶劣的侮辱。Joanne 开着他买的车运他的身体，还在弃尸过程中对他做出不可描述的事。这种种行径显示 Joanne 恶劣至极，早已没有任何一丝人性可言。3月30号，也就是寻获房东 Kevin 遗体的那天，警方就正式对 Joanne 和 Gary 2人发布通缉。逃亡中的 Joanne 不但不紧张，还自豪得很。他边躲藏边玩耍，一逮到机会就向朋友炫耀罪行，并夸口说他的目标是拿下9条人命。现在受害者人数实在太少了，他还玩得不尽兴。
于是才有了后面2个遛狗人士遭刺的案件发生。幸好那2位先生大难不死，很快就指认出Joanne是行凶的歹徒，警方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他逮捕。顺完作案的时间线，我也感冒了，所以大家现在听我的声音会有一点奇怪，但是不好意思，请大家包容一下哦。现在我们来说说Joanne的犯案动机。这个部分实际要讲起来的话，就一句话，Joanne没有犯案动机，至少从他落网至今，他本人都没有直接回应过这个问题，就连法官也只能从精神科医师提供的报告自行做出推断。在其中一堂精神评估的会面中，Joanne向医生表示，他一直都知道自己很冷酷，因此他想用实际的行动测自己的底线，没想到测下去竟食髓知味，他发现他再也克制不住对鲜血的渴望。除了反社会人格障碍，医生后续还诊断Joanne患有施虐受虐性偏离，意味着他必须借由对个人或他人施加暴力或造成疼痛，才能达到性兴奋。医生相信这项性偏好跟Joanne的反社会人格障碍和仇男心态交互作用，让他加倍的暴虐残酷。然而医学能解释的终究有限。Joanne的5位受害者里面，只有波兰人 Łukasz 和房东 Kevin 2人具备跟Joanne享有亲密关系的要素，其他像是室友 John 跟2个遛狗的路人，他们只不过是在阴错阳差之下跟Joanne相遇，那Joanne又是为什么要对他们动手呢？这题答案其实已经跟Joanne哼的歌一样明显。根据共犯 Gary 的证词， Joanne 在3月29号谋害室友 John 后打电话给他，电话一接通， Joanne 就在唱小甜甜布兰妮的 Oops I Did It Again。 副歌的歌词是这么说的：哎呀，你以为我们恋爱了，你以为我是上天派来的天使，但我并没有那么无辜。因此我们可以假设Joanne 自己都知道他在操弄人心，他也不避讳承认人命对他而言是娱乐，是消遣的手段。他毫无悔意，甚至可以说他似乎根本就不具备感受懊悔的能力。2014年2月28号，也就是在Joanne认罪后3个月，法官判他无期徒刑，终身不得假释。法官陈述期间，Joanne不改他的作风，依然在庭上轻蔑的笑，对法官骂脏话。他不在乎在场泪流满面的家属，也不在乎自己将在牢中度过余生。看见他的样子，众人总算明白，原来认罪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他维持主导权的手段。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有错，只是单纯不想听他人指挥，被逼着玩所谓正义的游戏。那一天 Joanne 的共犯 Gary 被判处终身监禁，最低服刑期为19年。协助运尸的 Leslie 和帮助藏匿的 Robert 则分别被判处14年以及3年的有期徒刑。Joanne Dennehy 这个案例跟我们先前讲过的阿拉斯加连环杀手 Israel Keyes 有很多的相似处。他们面容姣好，个性迷人，没有创伤的过往，没有特定的动机，动手纯粹就是为了私欲。对于司法给予的惩罚，他们不痛不痒，但他们身边的家人和受害者遗族却都因为他们的行为一辈子受苦。房东 Kevin 的儿子 Dino 在案发当时才15岁，他在后续受访时告诉记者，他跟妈妈都深信爸爸一定是受Joanne的谎言和美貌所骗，才会乱了脚步做错选择。他们对爸爸没有怨恨，反而是惋惜爸爸的善心遭到利用。Dino 说，几年前爸爸带他去学开卡丁车，还一起设计了安全帽。2014年3月29号，也就是爸爸遇害1周年，他就戴着这顶帽子独自去参赛，以此纪念爸爸跟他之间的好感情。第2位被刺的遛狗路人 John Rogers 在案发1年后接受采访，他表示他真的很感谢医护人员及时的救援，保住他的性命。但他坦言 Joanne 砍在他身上的40刀至今仍痛在他的心上。 She also said, "Oh look, you're bleeding. I'd better do some more." And I think I said, "Just leave me alone, please. Please leave me alone." But she didn't. She just carried on. John 说，案发后他领悟到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意外和无常可能来得比明天的太阳更快，因此他学着把握当下，过好每一天。遗憾的是，在受访后9个月 John 因为健康因素过世，享年64岁。Joanne 的大女儿Cheyenne在案发当年只是个12岁的小女孩，她才正困惑着为什么妈妈不在身边而已，就又从爸爸那边听到妈妈成了大家正在通缉的谋杀犯。
而且同学知道他是谁以后都明着暗着回避他，但他没有怨言，因为不要说别人了，就连他自己也深深害怕他会步入妈妈的后尘。2018年也是Joanne入狱后第4年，小燕鼓起勇气到监狱探视9年没有联络的妈妈。头2年，她好像捡回一个亲人一样，她期待着每一次见面，他们就像是失落多年的好友，没有顾忌，无所不谈，小燕开心极了。然而这样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太久。2021年，在某一次的会面中，他问Joanne当初为什么要犯案，而Joanne的回答是，他那个时候过得不好，生活又无趣，所以想干点大事发泄内心的不快。这个答案让身为女儿的小燕非常震惊，她无法接受眼前这个她称作妈妈的人至今仍没有一点悔意和羞耻心。因此在那次会面后，小燕就与Joanne完全断联。 Not only did it shock me, but it hurt. It hurt that she could say that to me. She doesn't feel remorse for what she's done, and I don't think she ever will. 小Joanne2岁的妹妹 Maria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她和她的父母实在不明白为什么Joanne会从一个甜美的女孩堕落成残暴的恶魔。她很难理解，也不觉得自己想要理解，但她对受害者和家属是真的感到非常抱歉。她说她知道她没有资格跟受害者家属说任何话，但如果有一个平行时空，她多么希望大家也能看见她的父母有多煎熬，有多折磨。目前Joanne Dennehy 被关押在布朗兹菲尔德女子监狱，这辈子都不可能再重获自由。可即便如此，囚房里的她把戏还是不少。2013年，狱方在Joanne的日记中发现一项详细的逃狱计划，内容包含杀害一名女狱警，并切下她的手指，以利用生物辨识系统逃脱。此计划被认为具有可信度，因此Joanne被狱方安排单独监禁了好一段时间。Joanne随后对此提出诉讼，声称监狱违反她的人权，但法院在审理后认为鉴于她的危险性，隔离是合法且必要的。2018年，Joanne申请和狱中一名叫Haley的女囚结婚，两人曾携手自我终结未遂。2020年，Joanne又跟另一名叫 Emma 的女囚发展关系，感情生活可说是相当活跃。Joanne Dennehy 是英国史上第3位被判终身监禁的女犯人。她的恶无迹可寻，她的存在证明事发不是总有原因。有些人就是无法共情，有些人注定不属于群体。因此，如同遛狗阿贝所说的，人生有太多变数，最重要的是将每一天过好，把握当下。这样，即便无常从背后偷袭，我们也不会留下遗憾。愿逝者安息，愿大家平安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就结束了。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在频道的下方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